大胖媳妇儿带着他加拿大的老母亲去体验了一下北京老胡同，结果被后海区人力车夫拉进了永久黑名单。到了后海，温迪见到了人力车，没见过呀，嗨起来了，要乘车。拉车师傅离远看，哎，一金发女郎远远走来，看着挺年轻的。温迪过去说：“我可以吗？”师傅是个老北京啊，上来吧您。温迪说：“那我可以带着我的儿子一起乘车吗？”师傅说：“行啊，上来吧。”温迪一回头，儿子过来，儿子就过来了。师傅大受震撼，这不行，这不成。温迪说：“你说的我可以带儿子，哎，儿子上来，儿子上来。”然后后海之行就开始了。师傅蹬了不到20分钟，蹬抽筋了，回头跟他娘俩说景基本就是这样，该看的都看了。大胖姐说：“这个海我光看后边了，还没看前边呢。”师傅说：“这个海只有后边，没有前边。”温迪说：“为什么？”师傅说：“因为它叫后海，它叫后海。”温迪说：“那时间上还差12分钟呢。你告诉我，为什么在这个后海观光可以差时间？师傅说：“因为后海也叫什刹海，也叫什刹海。”然后师傅就开始解释说：“我吧，不是说不拉您，我是拉着你们娘俩，我蹬不起来，您知道吗？我这5点钟交车，我就是现在折返我都来不及了。我这不交车，人给我罚款。”一听罚款这个词儿，温迪抽了。什么罚款？我说温迪啊，温迪，冷静，呼吸，罚他，不罚你。大胖姐说：“你还不了解他们，他就听不了罚钱这个词儿，一听着钱从兜里掏出来，哎，这个动词他就要嘎，重度焦虑。他不管是谁的兜，这么说吧，就是国民消费总值每1块钱的涨幅，都是从我妈命上压过去的。那英国女王在世的时候，明明有马，又买了一匹新马，这女王3月没说话，3月没说话。然后温迪就说：“师傅，赶紧5点之前杀回起点，我可以下车，你别被罚钱，赶紧回去。”师傅就说：“真不是我不拉您，主要是您说你有一儿子，我心说也成，谁成想，嚯，太大了，您这儿子太胖了，您儿子，您让他下来，我管他叫爸爸。”大胖媳妇在后边。我呀，温迪冲他儿子都不是你的错，你太沉，让人家罚款，去，你拉师傅走。于是大胖媳妇和拉车师傅对调，把他的母亲和拉车的师傅拉回了原点。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劳驾，您呢？师傅坐在车上，旁边坐一温迪，旁边别的师傅路过，他还跟人解释呢。真没辙，这儿子太大了，这儿子太胖了，他回来之后，温迪被刺激了，就非常不理解，说我在加拿大是 XS， 我是小号，怎么在这儿就被识别为胖子了呢？于是开始疯狂锻炼，拉着他儿子把能用的健身器械全用上了，天天练。他俩虽然都用，但是都胖了。儿子是所有健身器材都躺着用，不好好练；妈妈是练是好好练，练完吃1桶冰淇淋。所以不怪这些器材，器材是好器材。所以我现在就要把这些健身器材都放闲鱼上卖了。我看很多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幸亏有它，什么电子跳绳、筋膜枪、什么滑雪机、什么这个呼啦圈，还有这3个肌肉大胖媳妇婀娜身姿的拍立得，10几样，通通10块钱出掉，全部断舍离。上闲鱼搜张彩玲就可以带走这些科技与狠活。我告诉你们实话，为啥要卖啊？这是我爸让的，我爸受不了了。我爸天天在那做饭，他就在门口练，给我爸整的怪不好意思，进厨房都不敢出来。温迪还经常拉着我爸说：“哥哥 ，come on，要不要跟我一起锻炼？” Come here, join me. Bye on. 我爸说：“不搞这个，不搞这个。”不搞这个，不玩这个，不玩这个。俺家孩子要上幼儿园，拿铁这不到年龄要上幼儿园了吗？今儿我跟大胖媳妇在北京走了一圈，给他看幼儿园，给你们呈现一下现在幼儿园有多卷啊，净上花活。家长您好，我是今天负责接待您的铂金咨询师比安卡，很高兴为您服务。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的安保团队 come from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 ，which is America。他们擅长格斗、擒拿。他们曾凭借着咏春的拳、奥特曼的光，徒手穿过了布鲁克林的枪，全方位无死角守护您孩子的安全。国际保安很不错。家长您好，您不用担心，我们的外教均来自发达国家英语为母语的地区，所有的教师都具有超高学历，有来自加拿大的博士老师 Jay。 Good morning, class.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fruits. 有来自法国的金牌教師 Alexandra。 Bonjour, mademoiselle. Comment ça va? 有来自伦敦的双博士教师 Dickens。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ea. 您的孩子喜欢哪一种口音？我们为您定制。在经过了我们沉浸式国际化口语培训之后，我们的宝宝都有着纯正的伦敦发音。Amazing。Emma。家长您好，您不用担心，我们的膳食均为国际认证的营养师进行搭配，由米其林6星大厨亲自掌勺。您是人真的很不错。除了专业的厨师团队，我们还为宝宝设置了餐前品鉴环节，从肠道健康出发，内外兼修，从根本提升宝宝的成长保护力。我们还有大礼相送，为您的孩子量身定做一份 VIP 快乐成长手册，比如推荐强健肚肚的口粮，让宝宝吸收消化为上，呵护宝宝肠道健康，营养摄取事半功倍，美素佳儿圆圆。荷兰这家牧场鸡翅自然营养真的很不错。这个我倒同意，都说肠道是人体最大免疫器官，那孩子要是肚子强健，体质肯定好。但是你们这个外教，我看着这肠道是有点拥堵呢，是不？是。
那是因为他的童年没有喝美素加尔。这又是一个好问题。关于温度的问题，您不用顾虑，我们幼儿园的保暖设施是原装进口，斩获了俄罗斯年度热布斯尼沃斯奖。我们配备了6个锅炉师傅，24小时全天候待命，白天黑夜火力全开，保证我们的宝宝无宫寒、无湿气，出国考编都给力。6个锅炉，真的很不错。最后我们一问价，大胖媳妇决定把拿铁送回铁岭寄养。哎，你们想知道当代辽北知名女网红是怎么在生子过程中被亲生父亲毒害、险些丧命的故事吗？今天给你讲讲啊。我这次生孩子不是在国内生的，关于国内和国外生产之大对比，我会找机会做个专题讲座。咱今天就说其中一个区别，就是打无痛打麻药这个事儿。我在伦敦的时候呢，人家英国的医院也没说不给打无痛，理论上大家都是可以打的。西方文化的特点不就是如此吗？轻轻地将你唤醒，淡淡的带你画饼，为你营造出一种拥有所有选择的幻影。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呢，就他们这种公费医院，它不设置自费项目，就你没有选择，不是说像我这种就是说家世比较旷的哈，就可以到那儿就我用石油换麻药，先给我拿一滴溜，一半凉的，一半常温的。你只能听他们给你做出的评估，就决定你是有资格还是没资格打。咱也不知道他的评估标准是啥，是看手相啊，是看星盘呢，还是看羊水的反光区它是朝北还是南呢？是问橄榄树啊，是问迎客松啊，还是问骨盆的踢脚线它是朝西还是东啊？反正咱不知道他是靠啥评估的，我是没轮着。完这回在北京生的嘛，我还很胆怯，我寻思一会儿得好好求求医生，就看在我这个1.53米中小型家养犬的这个型号种群的份上，你就给我打吧。结果到点人麻醉师就进来了，问我你要打无痛吗？我说是。完我还装有责任感，我说的没事吧，医生，你能不能对孩子有影响？完人麻醉师说的，你刚怀时候你酒都喝了，你现在告诉我你还怕这点麻药啊？当时我会意的挑起了我的6根眉毛，我说粉丝。麻醉师淡淡一笑说，看过视频没关注。然后他就开始考察我的这个脊柱嘛，然后他问我你多高？我一听真不是粉丝，我说我1.53米。他说别谎报，说实话。我说身高体重这种事儿，你要是听说1.68米92斤这种数字，这是属于谎报的嫌疑分子。你100度谁都1.68米92斤，但你听过谁谎报自己说1.53米194斤？有意思吗？你难道不觉得我们早就看开了吗？完麻醉师说的那也得问。曾经有一个女明星，本来1.53米，非说自己1.6米，结果导致脊柱测评失误，麻药打错地方了，我估计麻脚后跟上了，硬生的，多好香味儿。我说那好吧，被你看穿了，我实际上1.21米，我内增高后你看不出来，你关注一下我给你发链接。然后我就被打了无痛，根本就没有那英国那个虚头巴脑的事儿，而且我都生完了，人家麻醉师还给了我一个伴手礼吧，就是麻醉师给了我一个盒装遥控器，说我实际上还跟这个麻药连着呢，等到我回到病房以后肯定还会疼，然后感觉非常疼的时候就可以摁一下这个键，他就会再给我一点药缓解一下，就那意思就是管够。我说你别整那没用的，赶紧收回去，人家你自己家有。麻醉师说的别撕吧，人给你的啊，你给孩子的，完给我塞被窝了。然后我不就被推回病房了吗？我爸在病房等着我呢。对，就是那位之前视频里提到的我羊水都破了，却只顾着执着的跟着我身后拖地的那位追梦男子。没让我爸进产房嘛，完事我被推回来了，我爸赶紧跑到我病床前，就是他挺惦记的，跟我说一宿没睡觉，就是等我消息了。但是我怎么就记着我在产床上就听着了他辽北独一份的这个野狼哭白活的呼噜声呢？我感觉我那个可爱的麻醉师都快被我爸这呼噜声给打吐了，就差一点就拿起手中的武器出去给他注射了。然后我爸问我咋样，我说还行，你把我这个床摇起来。我爸说咋摇？我说我手边肯定有遥控器。然后我爸就摁了，摁完问我够高不？我说不够，再摇。然后我爸就又摁了，我就还不够高，他就还摁。后来我就感觉床没高，我高了。我就感觉他怎么每次调床我这后背一凉呢，滋滋的，舌头都大了。后来我就顿悟了，我手边俩遥控器，我爸拿着那个麻醉师给孩子那遥控器，这会儿竟鼓捣他了。慈父给女儿病床摇高1.5尺，手中泻毒药可灭一筐小白鼠，横批你摁你也麻。我说赶紧停。我爸问我再摇是不是到头了？我说那正经要到头了。我幸亏看一眼你手里边遥控器，你再摇2下子给我摇走了。